最敏感自卑那一年，我拒绝了校草江燕的告白。少年穿着校服，斜倚在墙，眉一挑，真拒绝。我点头，手不安地绞着衣袖，我很讨厌你。行，他头一点，单手勾起地上的书包，肩上一甩，那就祝咱俩别再见。后来我研究生意外和他考入一所学校，江燕一进校就成了表白墙的热门人物。众人都好奇男神喜欢哪一款，有猜测喜欢身材好的，有说喜欢脸清纯的，还有说喜欢绩点高的。男神众目睽睽现身，潇洒打下4字。不自卑的晚上，人来人往的男生宿舍楼下，我堵住江燕去路，冷风中她脚尖点地，讥笑，不是说讨厌我。我牵住她衣角，晃晃，我现在不自卑了，你能重新喜欢我吗？江燕和乔飞一起上表白墙时，我刚在实验室灰头土脸熬完一个大夜，拿着水杯坐在椅子上准备休息会儿的时候，我刷到了这条表白墙。不知谁又偷拍到江燕照片投稿了上来。江燕是在进校报道那天出名的，被路人抓拍的照片上，她戴着薄薄的眼镜，正低着身子勾笔在报道名册上签名，露出来的半张侧脸，线条精致流畅，高鼻薄唇，黑发白肤，眼尾一点清冷小痣。这张照片被我们学校宣传档口专门放在了公众号上，在短视频加持下，一夜之间火遍全校，甚至隐隐有破圈的趋势。后来他被人扒出728分的高考成绩，被人扒出他在国外读大学全 A 的功课，扒出他457分专业排名第1的考研成绩。非江燕小说清冷学神非话题冲上热搜，自此江燕在我们全校闻名。本来这样的人上表白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，开学以来，他平均每天要被人偶遇2-3次，哪天没在表白墙上看见他才稀奇。但大多都是问他要联系方式，求个人信息的。这是第一次他被拍到和一个女生走在一起。照片背景是我们学校一食堂，偷拍人是从侧后方拍的照。江燕一手端着餐盘，黑色书包单肩背，另一只手抬起，挡在一个女生的后腰上。男方低头的瞬间，女方正好抬头，二人专注对视，眼神温柔的能拉出丝来。我静静看完了这条表白墙，手指往下滑到评论区，评论区热闹非凡，有哀嚎到心破碎的，有好奇女方身份的，有替大神不值的，但更多的是路人真心送上祝福的。帅哥美女配一脸。我上网就是来看这些的，不要再给我推丑八怪了。祝福999。随着这条说的爆火，女方身份也被人扒出来，和我们一个学院的，叫乔飞。是不是今年新生晚会主持那个？我当时在会场看见她就感觉她长得好漂亮。迎新时是我带的她，挺开朗的一个学妹。乔飞，这是我们院的，我去和大神一个院的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，果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。乔飞是保研进来的，刚来就成了学校研会宣传部的部长，在我们学院很出名。入学以来，大大小小的晚会都有他主持的身影。江燕会喜欢这种光芒万丈的女生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我关上了手机，重新站回实验台前。我靠，林碎碎，我刚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舍友兼同门苏涵风风火火推门进来，你看见表白墙了吧？大神谈恋爱了，大神迷妹众多，我舍友苏涵就是其中之一。看到了啊。我手下操作速度不变，笑了笑。怎么，你伤心了？我伤心个屁啊，是乔飞啊，乔飞，江燕要帮乔飞打比赛。我睫毛一颤，手里的实验工具差点丢出去。苏涵说的比赛是我们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电子竞赛，奖金有3万块，我们学院很多人都报名参赛，我也参加了。你看苏涵把他手机堆我手里，在我们的比赛小群里，电工研一乔飞，老师，我们队要加一个人可以吗？老师或许在忙，没看到乔飞的消息，暂时没回。下面有人问他，方便问一下加谁吗？ AAA 老王烧烤，是江燕吗？毁灭吧这个世界，我靠大神。我不叫位，真是江燕啊，他可是我们院公认的顶尖大神啊，能独立解决核心技术瓶颈的人。他导师是我们学院院长，有没有他参加，队伍成功率差距极大。除了发比赛通知，就一直沉寂的小群因为这条消息炸起波澜，群里七嘴八舌刷屏不断。乔飞最后跳出来回了个娇羞的表情，我单独找老师说吧。他说，我佯装平静把手机递给苏涵，这不是还没定呢吗？真定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苏涵没好气地给我看乔飞的朋友圈，最新的一条：大神进组了，感谢大神帮我打比赛。朋友圈配图的右上方，江燕在实验室的轻窄身影露出一角剪影，我站在那里，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最后只放下实验工具，平静地对苏涵说：“我去趟卫生间啊，涵涵。”4学院很重视这次比赛，实验楼走廊两边都贴着醒目的宣传海报，最底下3万块钱的奖金还特意画了个圈标注出来。我从实验室出来后，站在其中一幅海报下，仰头看。我参加这次比赛，最主要就是为了这3万块钱。我爸妈很早就去世了，高中时是贫穷的舅舅舅妈收养了孤苦无依的我。他们家虽然穷，却也从没苛待我，一直给我最好的。昨天我收到舅妈的消息，舅舅肝癌要做早期根治，还差2万块钱。我当时身上一共才1万块钱，全部给他们转过去了。如果能拿到这3万块钱的话，舅舅的手术费就不用愁了。可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我会对上江燕。江燕她实在太厉害了。他的履历上显示，他大学是在国外 QS3 大学读的书，本科就独立搞实验发顶刊。他从大一开始打比赛，数模 M 奖赛1、电赛国1等等不计其数的奖项，成果丰厚的令人咂舌。江燕留学归来，本准备退休且多年没有再带过学生的院长破例出山，亲自点名把他收到门下。对上这样的江燕，我实在没有赢的信心。我在海报下站了会儿，拿出手机打开了 QQ。我和江燕的 QQ 还是高中时因为他给我讲题加上的，即使他出国也没把我删了。但我俩高中毕业后再没说过话，他一直在我列表安静躺尸。我想了想，给他敲去：江燕，你要加入乔飞他们队吗？发完后，我捧着手机等了很久。江燕头像亮着， QQ 显示在线，但他没回我。我把手机放回兜里，转身回了实验室。江燕现在估计挺讨厌我的。高中时他给我告白过，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那天。那时学校还没发校服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白 T 和皱巴巴的廉价牛仔裤，在大家去操场集合时，我贴着墙根走在最后。他认错了人，不知道把我当成了谁，拍了下我的肩。同学，英语老师布置的假期作。我回头，少年的话戛然而止。他愣了下，随即礼貌颔首，抱歉，认错人了。因为这件事我们相识，但我有点回避型人格，老想着把人往外推。第一次是江燕见我物理成绩差，主动提出给我补习。她约我晚自习下课在天台见面，我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后来转头就把她的行踪卖给了当时前来向我打听江燕动向的校花。校花替我去赴约，这惹恼了她。第二天我们上自习时，少年堂而皇之闯进我们教室，站在我的桌前。少年的眸子是浅棕色的，眼尾的那抹痣疏离冷淡，垂在身侧的拳头隐忍紧握。林碎碎，你真的很过分。第二次是高考结束那天，他向我告白。江燕把我堵在楼道，眉眼俊朗青涩，认真地说：林碎碎，我喜欢你，高考结束了，我们可以谈恋爱了。我看了看自己廉价的鞋子和衣服，自感配不上他，便摇摇头，大声说：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也不想看见你，和你在一起是因为你能给我很多我没有的东西，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谁能忍受喜欢的人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说难听话啊？况且江燕又不是那种缺女生追的人。她不说话，盯着我看了会儿，气笑了。行，她点点头，单手勾起地上的书包，肩上一甩，那就祝咱俩再也别见。那天他走后，我站在楼梯口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。我没跟人说过我喜欢江燕，但我感觉我俩差距很大，我配不上他。6大学生天生喜欢吃瓜。女方的身份被扒出后，当晚校园墙出现了一条新的对赌贴，赌乔飞究竟是不是大神的女朋友。有是和不是2条选项，选完才能看见投票比例。我也看见了这条帖子，犹豫了下，点了是比不是的选项要多 10%。 评论区吃瓜网友讨论得沸沸扬扬，清冷学神和调戏美女简直好磕死了。赞同楼上的，但我也怀疑大神真的喜欢这种类型吗？我也是默默举手，俩人都是大浓颜啊，外貌就很配。我是江燕梦女，我不管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。我在评论区安静窥了会儿屏，默默退出去，下床打开我的电脑，继续修改策划案。我靠，林碎碎，都12点了，你不睡觉啊？苏涵见我亮起台灯，从窗帘里探出个头，不可思议地问我，我想再改改。
我盯着电脑，头也不回地说。唉，苏涵长叹一口气，放平心态吧，碎碎。现在大神下场了，大神实力那么强，我们输给他也不丢人，是不是？我知道苏涵是在安慰我，我没说话，只是盯着电脑屏幕的眼睛有点酸。不一样的，涵涵。我轻轻开口，什么不一样？苏涵奇怪问我，我不想输给他。涵涵，我盯着电脑，眼眸兀的一酸，我不想输给江燕，也不想输给乔飞。期改策划改到后半夜，睡了4个小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早早的爬起来。我家庭条件不好，一切都得靠自己，所以刚开学我就联系好了家教机构，准备去做家教。今天是第一天，在食堂买早餐的时候，我碰见了江燕。我俩专业一样，但研究方向不一样，上的课也不一样。这是开学以来我第一次见她。她在一个卖三明治的档口前弯下腰，修长的手从里面接过三明治，和一个男生结伴往外走。夏末，她穿得清爽，白 T 黑裤，肩宽腿长，黑色书包单肩背，她迎着光走，背影清瘦挺拔，似一株孤傲笔直的白桦树。眼见着她要走出食堂，我不知从哪生出的勇气，扔下一句阿姨烧麦，不要了，就急匆匆追出去。我今天这一身行头实在不算好看，大白 T 恤牛仔裤，头发松松垮垮的扎了个马尾，素面朝天。江燕，在她走到门口时，我及时叫住了她，她背影明显一僵，驻足。回头，她清冷漂亮的眉眼淡淡的打量着我，这种比赛的事情不适合公开场合大喊。我犹豫了下，终是快步跑过去，气喘吁吁仰头问她，你要加入乔飞的队伍吗？江燕比我要高一个头，垂睫静静看着我，许久不回话。半晌，她勾了下唇，凉薄道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只是想要了解对手情况。我看着她佯装平静，尖利的指甲已掐进掌心。林碎碎，她声音沉沉的叫我，你几次找我就为了这种无聊的问题？我眼睛干涩，一定要是乔飞吗？一定要是他吗？林碎碎。江燕攥着书包肩带的手发白，显见地动了怒，冷笑，你要不回去再读读比赛规则呢？比赛规则明令禁止私下打探对手情况，我被他说的有点难堪，不知再该说什么，只低低说了句，对不起啊。江燕看了我一眼，掀帘子离开。8中学时，我写作文很厉害，老师让我写一篇交给他。转头这篇作文就被乔飞拿走参加比赛，他靠着这篇作文得了市一等奖，奖状上写的是他的名字。我气不过高中那么敏感胆小的我，第一次生出勇气找他对峙。转头乔飞就拉着他的小群体孤立我，他把我推倒在卫生间的地上，高高在上地俯视我，和我争奖，你也配？乔飞他家有钱，我家穷，我学习也没他好，所以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偏袒他。研究生我又意外和他进了同一所院校，还参加了同一场比赛。这次的我想为17岁的林碎碎讨个公道。家教结束后，我又特意绕了一趟医院去看舅舅。我舅舅、舅妈都是好人，高中时他们收养了无家可归的我。我舅舅躺在病床上行销鼓励，舅妈默默坐在角落抹眼泪。实在治不好的话，咱就不治了，不至于让你把你的前途搭上。但这个手术成功后，我舅舅能多活好长时间，所以我说什么也得给他们凑到这个钱。我坐在病床前，看着手机上的微信发呆。我们比赛的群里，乔飞的消息不断刷屏，他在群里抛出一个很难的问题，过了会儿自己回复这条消息，好了大家，江燕已经帮我解决了，没人捧他的场，只有一个不愿冷场的女生跳出来说了句，大神对你真好啊。乔飞羞涩否认，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这种关系啦，只不过大神真的对女生很有耐心哎。今天我们2个方向在一块上课，我做 PPT 卡壳了，还是大神帮我解的围。乔飞炫耀着，我亏了会儿屏，默默退出了微信。我把江燕中学时送我的东西都收拾了下，收拾出来一个大塑料箱子。中学时，江燕送过我很多东西，有昂贵的，有实用的，有杯垫，有星空灯，还有我不认识品牌的手链，昂贵的手表。那时我总是活得小心翼翼，家里穷，什么东西都用不起好的。但这些都被江燕看在眼里，她就明里暗里的帮我。17岁的少年是青涩的，下晚自习后，他把我悄悄拉到拐角，他的书包像哆啦 A 梦的口袋，他总是能从那里掏出许多东西。林碎碎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，不值钱。
他别扭地塞我怀里，少年耳尖羞涩地红了，眼尾的痣在这一刻楚楚动人。我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他还回去。这些年他都在国外，我也一直没有机会把东西还他。如今我俩要成为赛场上的对手，更没有和平归还的可能，还不如现在就送回去，我也不欠他什么了。使我打着伞蹲在男生宿舍楼下等江燕。南城最近入秋，雨水多得很，一边安静地在表白墙那条对赌贴窥屏，评论区七嘴八舌刷屏不断。他俩真的谈了吗？状态不像啊，直觉大神喜欢的不是这款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反正我是很磕他俩。我靠，楼上是大神的回复吗？大神现身评论区，大神来了。最后都开始整齐划一地刷起大神来了。大神来了，我疑惑，重新刷新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疑似江燕本人现身了，她本人喜欢不自卑的。回复时间1分钟前，我愣在那里。你好，你是江燕的舍友吗？能让她下来一趟吗？我给她送个东西。哦，她不在宿舍啊，实验室呢，你能跟她联系一下让她回来吗？谢谢谢谢。是乔飞的声音，我抬了抬眼，收起手机，只见乔飞打着一把花伞，提着小蛋糕，哼着曲儿，心情愉快地在男生宿舍楼下走来走去。忽然他一个抬眼看见了我，开学还没正式见面呢吧？林碎碎，他走来我面前，脚尖踢了踢我的箱子。怎么，这次还想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？中学时乔飞人就很傲了，他学习好，人缘也好，看不起内向贫穷的人。我和他没交集，他不能光明正大欺负我，就暗戳戳的在小事上膈应人，抢我作文还只是小事。有次考试他坐我后面，自己模仿我的笔记写了张纸条，污蔑是我传给他的。那次考试老师没让我考完，罚我去外面站到考试结束。我自尊心强，谁也没说过，包括江燕。在乔飞一脚踢翻我的箱子后，我向他指了指墙角的监控。乔飞，那边有监控。乔飞的脸不自然地僵了下，那又怎么？他嘴上这样说着，转头接了个电话就跑没了影。我蹲下，在这里收拾残局。南城秋季多雨，地上满是坑洼不平的水坑，人来人往，他们的脚步踩在水坑里，溅起的泥水飞到箱子里的玩偶上。只是收拾着收拾着，我的眼泪就莫名流了下来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，或许是在哭我暗无天日的17岁。我擦去眼泪，江燕送我的星黛露在泥水里滚脏，皮毛黑乎乎的沾着一层泥巴，我拿纸擦却怎么也擦不干净。雨哗啦啦地下着，周边的人脚步漠然地从我身边走过，偶尔侧目看一眼。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正准备端着箱子站起来，林碎碎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清冽的嗓音，我愣了下，回头。漫画未完，精彩继续，即刻跳转推文，抢先看完完整结局。绵绵细雨中，江燕举着一把黑伞站在雨里，她穿着薄薄的灰色连帽卫衣，黑色工装裤，身影清瘦修长，藏在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黑沉，神色晦暗地盯着雨中狼狈的我。江燕和2名男生同行，但见我们这样，那2名男生识趣地先上楼。雨越下越大，江燕，我站在雨中，大声呼唤她的名字，又怕她听不见，抱着箱子狼狈地跑过去。表白墙那个人真是你吗？我仰头问，脸上满是雨水。他不说话，漆黑的眸沉沉地盯着我看，但伞已开始往我这边倾斜。他不回答，我知道问不出答案了，只好把塑料箱往前送了送，仰头2只大眼睛赤诚地看着他。这都是你送我的东西，我有好好的保存，一件不落，现在我把它们还给你。江燕低眼，轻飘飘扫了眼箱子，我不要了。我落寞地收回纸箱，点了点头，那就这样吧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他漆黑的眸盯着我，问没了。我摇摇头，但眼见着他转身离开，这一刻竟不知道从哪生出的勇气。江燕他驻足，侧目看来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漆黑冰冷的雨幕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高中时期。在我贫瘠孤独的少女时代，少年是我唯一的光。我向前追了2步，箱子因为我这个动作险些滑下，我只能抬起膝盖，艰难地把它支撑起来，却原地趔趄2步，差点滑倒。江燕伸手扶了我一把，又很快地抽回手去。我抹掉脸上的雨水，仰头看他，我现在不自卑了。我低声说，我不自卑了。我低眼看着他的衣摆，轻轻地伸出手去，犹豫地拽住，我喜欢你。我睫毛颤颤，声音也颤颤，江燕，你能不能喜欢我？
几不能。大雨瓢泼中，他开口，声音凌凌，近乎冷淡无情。林碎碎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，凭什么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非你不可？果然还是这样啊，我心底一涩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早料到是这样的结局，还是来自讨没趣了。哦，我小心地缩回手，讷讷开口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了。他看我一眼，转身就走，背影毫不留情。我看了会儿，有点难过，吸了吸鼻子，抱着箱子淋着雨往回走。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大雨倾盆中，我听见身后砍，他低骂一声，大步走来，拽住我的胳膊，将我往前拽去。我被他拽的身子猛然往前倾，跟着他的脚步不住地趔趄，直到他把我拉进一间无人的教室，咔嚓一声门反锁。他把我怀里的箱子放到地上，把我强势地摁在墙上稳了下来。这一切发生不过电光火石间，清冷的学神失控吻人时如此疯批急迫，跟平日克制冷静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外面的雨声加大，噼里啪啦地撞击着地面，吹得寒风很凉，教室的温度却在不断地攀升。他把我摁在墙上，头压得低低的，双手捧住我的脸，迫使我抬头，带着压抑到极致的迫切，舌尖凶猛地往里探，几乎要把我吞吃入腹。他柔软滚烫的唇舌，身上带着秋雨的清香，烫得我心间颤颤。我被迫仰头回应，几乎站立不稳，却被他单手拦腰抱起放坐在桌上。他将我圈在怀里，继续强势地亲下来。我大脑晕乎乎的，找不到方向，只觉得扑腾在翻腾汹涌的海水中，不得不揪紧他的衣领才能勉强站立。好久他才放开我，柔软湿润的唇微微张着，大口喘气，银丝在我们中间扯断。他深邃漆黑的眼睛，眼尾泛着失控的红，隔着冷冰冰的镜片直直地逼视我。林碎碎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来找我不就是为了那3万块钱？他冷笑，声音在黑暗中沙哑滚烫，说什么喜欢我，不过是想让我心软而已。我大脑迷迷糊糊的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回什么。我没。江燕眯了眯眼，凑近我，喜欢人的有个喜欢人的态度。我大脑到现在还没清醒，直愣愣抬头看着他，有点不解。你想要什么啊？他抬眼看我，眼神灼灼，把我眼镜摘下来。他说，我不知道那天被他亲了多久，时间过得挺快的。外头的上下课铃响了一遍又一遍，出来时外头的雨已经停了。我的腿是软的，嘴巴是肿的。为了不让苏涵看出异样，我特意绕到超市买了口罩。我靠林碎碎，你咋了？苏涵大叫，没事。我有些心虚，捂住口罩转向另一边，有点感冒。你累成这样啊？早上出门还好好的，他要来贴我的额头，我悄悄躲开。没事，我吃包感冒药就行，好吧？苏涵躺回床上，捧着手机嘀嘀咕咕，大神晚上没去实验室啊？难道和乔飞约会去了？原来大神也会做这种为爱抛弃学业的事情啊！我没敢开口，拿上换洗的衣服去浴室洗澡。打开手机连接热水小程序时，微信上江燕的消息弹出来，是甜的。我的记忆又被拉回那个瞬间，清冷连绵的秋雨，昏暗的教室，暧昧灼热的吐息。他温热的食指压在我的唇上，不轻不重地按着，它是甜的。第二天我们有公共课，整个研一的一起上。我和苏涵来得早，早早地在教室后排坐了。大学教室空的基本上是前3排，但我们这节课人多，江燕他们踩着上课铃来的时候，只剩第1排的位置。江燕进门的时候，目光往后扫了下，我连忙推开电脑，低头躲她的视线，被苏涵看出了不对劲儿。林碎碎，你躲什么啊？我摇头，闷声道，没事。乔飞来得更晚，提着早餐，进门直接就朝江燕身边走去。江燕书包在旁边椅子上，江燕，乔飞甜甜的笑，让个位好吗？江燕从电脑前抬头，平静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眼去，修长的手指若无其事地敲键盘，仿佛只当它是空气。乔飞吃瘪，脸上笑容僵了下，灰溜溜提着早餐往后1排走去。下课后，我故意坐在位置上磨蹭，一直等到教室人走完了，我才背着书包起身往外走。中午导开组会，我先走了。微信上江燕给我发来消息，我的脸微微发烫，干嘛要给我报备？我正要回他，乔飞，这次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？乔飞他们女生团体站在教室门口说话，一般般啦。
乔飞这样说着，但脸上笑容里是藏不住的得意。乔飞，你肯定会拿奖的，你实力强，背后又有大神带。乔飞顽皮的吐舌，谢谢。我记得你当初保研进来时是专业第一吧？真的吗？乔飞，你太牛了，你和大神双强联合，这奖一定是你们的。又不知谁小声说了句，那个专业第一好像是林碎碎来着，但其余人笑语欢腾，没人把他的话听进去。我从他们身边悄无声息走过，我不参加。黑暗里，江燕细腻温热的脸贴着我的脸，一下没一下地抬着下巴，滚烫的唇咬着我的嘴巴。林碎碎，我对这个比赛不感兴趣，我不参加。我吃完午饭来到实验室，午饭时间，我们实验室外头的走廊上空空荡荡的，此时楼梯一角，乔飞即使刻意压低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清晰。师兄，能不能把你们这个成果给我，让我交上去？拜托啦，我不能输给林碎碎那个贱人。江燕她不是，那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，为了扰乱军心的，人江燕都没和我说过话。师兄，求求了，还有2个小时就要交了，我策划案都写好了，但实验实在是太难做了。乔飞站在楼梯一角，跺脚撒娇，不知那边说了什么，谢谢师兄。乔飞止不住的雀跃，师兄你最好啦。我站在墙后，一直等他打完电话才出去。下一秒，他鬼鬼祟祟站在了我们实验室门口，偷偷摸摸推门走了进去。我悄悄跟着他走到门口，乔飞趴在试验台前，弄坏我们的调控设备，又改了电脑上我们的实验数据。电路这东西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马上要交策划案和实物图了，他知道我们没时间改了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录像功能，悄无声息地将这一幕录下来，又悄然离开。下午，我结束设备的最后一次调试，终于有空坐下喝口水，刷会儿手机。手机拿到手，意外的滚烫，原来是微信在半小时前被苏涵的消息轰炸了。林碎碎，你快看表白墙，声嘶力竭，投稿人澄清了，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啊，是拍摄角度的问题。澄清？我顺着苏涵发我的链接点进去，表白墙最新发的一条，对不起啊大家。那张照片是我为了流量而故意误导大家的，其实是错位拍的，真相在这张照片上。对方 PO 了一张新的照片，相同的环境，相同的人物，这次他从侧面拍，江燕和乔飞中间的距离至少间隔3米往上。不过是江燕抬手在档口拿了双筷子，乔飞刚好卡在那个角度，就被误导成江燕搂着乔飞的腰，我服了，磕得正上头呢。投稿人下次能不能搞清楚再来投啊？所以这俩人到底啥关系？楼上的投稿人都说了是错位拍的照，屁关系没有。所以大神到底谈了没？我要去追了。知情人透露，单身哦，还是牡丹，勇敢追吧姐妹们，大家都吃点好的。我的竞选宣言是，如果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给在座的姐妹都尝尝。我看完了表白墙。实验室里，我放下水杯，忐忑地敲开江燕的消息，明天你会来看我答辩吗？闪闪发光的林碎碎想要被他自己的心上人看到，但江燕他们方向明天上午有课。1分钟后，他给我回了消息，今晚老地方见。我的心间猛然一颤，是我想的那样吗？让大神来看我比赛，我还得出卖色相？是我想的那样，空无一人的教室，滴答清冷的夜雨，排列不齐的桌子，昏暗的教室一角，暧昧滚烫的喘息。林碎碎，他放开我，捧起我的脸，头抵着我的额头。江燕流的是微分碎盖，额前碎发扫得我很痒，他温热的拇指一下一下摩挲着我的脸颊，你想让我去吗？他嗓音沙哑磁性，大提琴一样的音质，挠得人心痒。我别开脸，下意识说，你实在很忙的话就别。想到什么，戛然而止。犹豫了下，我小心翼翼地抬睫。我看见他漆黑深沉的眼睛。江燕接吻时不喜欢戴眼镜，眼里的情绪就好像一下子没了什么东西阻挡，外流如海啸一般沉沉地向你扑过来。我闭上嘴，低眉连眼，想，艰难却不违心地吐出一个想字，他却笑了，把我拉到他宽阔温暖的怀里，掌心轻柔地摸着我的头发。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林碎碎有时候正视自己的需求不是什么坏事。正式参赛这天，
学院阵仗弄得还挺大。我们学校是 C9 院校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又是学校的重点院系，所以除了评委老师，宣传部的同学架着相机和三脚架，观赛的同学和对电工感兴趣的同学都来了。我们的礼堂很大，有20排，前17排都坐得满满当当。乔飞他们组设计的是当下网红热门智能眩光交互模块，主打科技感出圈，颜值高，噱头足。不少评委老师给了高分。乔飞从台上走下来，专门洋洋得意看了我一眼。我抽签抽到最后1名，等我上台时，评委老师的脸上已有倦色。我选的是冷门工业应急微型断电容错供电电路，成本低，落地性很强，工厂、野外、自然应急都能用，这个没有第一组的好看。台下外行人小声说，现在还有人研究这么冷门的东西，没人看好他。乔飞本人更是嘚瑟地看着我，脸上神气的表情仿佛在说着以胜券在握。只有我看见正对我的评委老师，他们眼底的倦意已被浓浓的兴趣取代。我不慌不忙地拉断台上的电路，场内按下众人惊呼的一瞬间，台上我这块巴掌大小的模块猛地跳红，盈盈微光却像狂风骤雨海面上一座矗立不倒的灯塔，为传人指引方向，照亮前路。我亲手带领我们团队做出来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比别人差？有个年龄很大的评委老师激动地跳起来，竞赛优先照顾民生，如果紧急情况下没有电，这才是能救命兜底的技术。世风已经开始浮躁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沾染网红，但我们工科科研本就应该脚踏实地，不应再靠着网红噱头出圈。我宣布林碎碎同学的全场最佳。灯亮起的一瞬间，乔飞以脸色苍白，兀自喃喃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破坏了那根线。他当然想不明白，真正的高手是不会把赌注都压在一条路上的。他破坏的是我先前实验过无数次的失败品。评委老师把奖状放我手里，我站在台上握紧了奖状，遥遥望向了最后一排的江燕。这间会议厅后面空着3排，我刚走上台打开 PPT， 江燕掐着点推门进来，她来得悄无声息，除了我谁都没发现。江燕没有落座，只立在最后一排椅子后，双手撑着椅背，压迫又漫不经心地微微躬身。镜片后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的 PPT， 屏幕冷调的蓝白灯光投射在他镜片上，我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激动。我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，各方面都黯淡不如人的丑小鸭了。他没有让贫穷的家庭、自卑的性格、旁人的白眼吞噬他。他脱胎换骨，一路成长，在人生这条路上，林碎碎一直在坚持努力变得更好、更优秀。我对江燕说，江燕，我现在变得很好了。是真心的真心话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把那份储存有乔飞破坏我实验设备和他与师兄打电话录音的 U 盘放在评委老师桌上，安静离开。是非曲直，我交给评委老师定夺。我把奖状放进包里，走出赛场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难得出了太阳。手机屏幕上闪着舅妈的来电显示，我睫毛紧绷的一颤，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。碎碎，你舅舅早上突然剧烈腹痛止不住，必须立刻急诊手术。你现在方便来医院一趟吗？我推开无数人，从走廊上跑出去，同时已开始在手机上叫车。礼堂外等车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江燕他们树下，江燕和一个男生站在一起，正和我们的评委老师说着什么。中秋的天气有点凉，他穿着宽松长袖白 T， 黑色卫裤，双手斜插卫裤口袋，黑色书包单肩背。江燕身子修长瘦高，身板笔直，放松地站着。那个老师拍了拍江燕的肩，江燕勾唇懒笑。车来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恰巧亮起，是他的消息，我在礼堂外等你。发信时间3分钟前，我的 QQ 有 bug， 总是没法实时收到消息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又抬头看了眼树下的江燕，犹豫了下，给他回去，不用了，我临时有事，你先走吧。舅舅做手术，急需用钱，我们昨天刚发的补贴还有奖学金，一共1万，这1万交完后还差8000，我身上实在没有了。舅舅还在手术室，舅妈在手术室前四处打电话求人借钱。我舅舅舅妈其实挺可怜的，他们原先有个儿子在英国留学，后来他被人侵犯杀害。舅舅舅妈倾家荡产远赴英国为他讨公道，但公道没讨来，还欠下一身债务，债务还没还清。我舅舅就生了这病，没人愿意借给他们钱。
我们比赛的奖金也要到下个月才能发。我躲在医院的楼道给舍友苏涵拨通电话，她那边很吵，我实在走投无路，手颤抖，声音也颤抖。苏涵，你现在身上有8000块钱吗？能不能借我点？什么？碎碎你说什么？我这里人太多了，听不见。他那边背景音很大，很吵，他又提了提嗓门，碎碎你再说一遍，我现在刚下课，走廊上太吵了。我稳了稳声线，又重复一遍，他那边突然诡异地静了。完了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完了，林碎碎，我跟你说完了。那头的苏涵似乎捂着电话走远，背景嘈杂声小了很多。刚才我和大神一起出的教室，走廊上人多太吵，我没听清你说话，开了免提，大神全听见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下一秒，江燕不悦的声音冷冷传来。我蹲坐在医院手术室门口，江燕出现在走廊尽头，她步子迈得很大，脚步罕见的急促。走近后，她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还差多少？她低头问我。坐在我身边一直陷在痛苦里的舅妈才听见声音抬头，她疑惑地看看江燕，又看看我。碎碎，这是……江燕这才把目光投向她，露出一个疏离礼貌的笑。阿姨你好，我叫江燕，舅妈，她是我同学。我抢在她前头说。江燕看了我一眼，在她目光压迫下，我顶着压力硬着头皮比出一个手势，很艰难地开口：8000，江燕去缴费，我等在手术室门口陪舅妈。碎碎啊，他真的只是你同学？舅妈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。舅妈，我蹲着抱着自己的膝盖，实话实说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江燕她没有向我告白，我俩的关系仅仅止步于她把我压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墙上亲我，她自己都没有承认我们的关系。你喜欢他吗？舅妈心思细腻，看出我的心事。喜欢的。我盯着自己的鞋尖，声音有点小，但很坚定。舅妈，我喜欢他的，但我还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。他高中跟我说过喜欢，但他现在没有说过。真的，现在他没有对我说过喜欢。我舅舅的手术很成功，夜幕降临，舅妈陪在他床前，我被江燕拉了出去。明明在病房对着我舅妈时，他还保持着谦逊的样子，无论舅妈问他什么，他都能礼貌客气地回应。可一出病房，江燕整个人宛如变了个人一样，黑着脸，怒气冲冲地把我拽到住院部楼道。有征兆的，她下午刚来医院那会儿就压抑着情绪，有舅妈在场，她不好发作，这会儿爆发了。这病房在14楼，没人会走楼梯。林碎碎，她把我推在墙上，指尖攥着我手腕，力道重的近乎要把我捏碎。往日清冷淡漠的眉眼彻底的崩裂了。有困难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他狠狠地质问我，胸腔剧烈起伏，脸上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愤怒与失控。我有点受不了这种压迫，偏了偏头，下一秒就被他卡着下巴转回来，看着我。他嗓音沙哑紧绷的命令。我撑着，抬了下眼，却撞进他涌着怒火的眼睛里。什么时候见过他这种眼神？明明向来都是平静无波的，除了在教室的那2个晚上，他发红的眸子里也只有失控的情欲。我被他的眼神灼得没办法直视，低了低眼，实话实说，我就是觉得我问你借钱不好，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你，钱我自己可以挣，我又怕你误会我是为了别的才接近你，我不想让你看清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有点不服输地说，你现在可不要小看我哦。江燕，我家虽然穷，但也不想被人看不起。高中我那是没办法，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也有在努力变好了。我现在很优秀了，如果你是因为可怜我才选择出手帮助的话，我骄傲地抬了抬下巴，那你可以不用帮的。医院里楼道的窗户没有关严，冷风嗖嗖地往里涌，一时间只能听见呼呼的风声和逐渐大起来的雨声。笨蛋。很久后他才开口，哎，你以为我是因为什么才考这个学校的？你以为我是因为什么才回国的？林碎碎，我在你本科学校的公众号上看见了作为优秀生毕业的你，我看见你来了，我就来了。这不是可怜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心软，林碎碎，是喜欢。压在我手腕上的那道力道逐渐的松了，他抬头轻柔怜惜地替我拂开额前的碎发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。窗外梧桐间细雨，点点滴滴在廊檐下敲出清冷的回响。他拂开我的碎发，捧起我的脸，直视我的眼睛，
至今也没有变过。我们在一起吧。他说大神江燕又一次上表白墙了，不过这次他是和他正牌女友一起出现的。投稿人这次投稿的是9宫格照片，配文这次没找角度，大神真弹了。地点分别在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学校一交的楼梯口、学校附近的餐厅、高铁站、地铁上等。图书馆的照片上，二人并排坐在一起，女方低头写东西，男方盯着电脑，俩人面前的水杯一蓝一粉，情侣杯。实验室里，女方坐在高脚凳上，低头在调控板上认真操作。男方双手撑在一边的桌子上，低头盯着女方操作。学校一交的楼梯口，俩人牵着手，女方亲昵地依偎在男方怀里，抬头笑意盈盈地和他说着什么。男方搂着女方的腰，将她完全圈住，微微低头认真听着女方讲话。学校附近的餐厅，二人一起吃饭。高铁站，俩人戴着口罩拉着行李箱出门旅行。地铁上，女方靠在男方的肩头酣睡等等等等。流传出来的照片中，男方颜值高，女方长得也很漂亮，清秀紧致的瓜子脸，一双细长的眼睛自带倔强感，皮肤很白，身姿纤瘦细飞。这是我们院的大学霸凌岁岁啊，她本人真的超级漂亮的好吗？好几次飞她素颜，妈呀，那皮肤细腻的，人家本身就是保研第一进来的，实力很强，才研一上就发小论文了。下一年国奖预定选手，到时候肯定是他和江燕竞争，但他未必会输给江燕。学霸情侣我哭死，高颜值情侣我哭死，他们俩我哭死。我放下手机，书卷成筒，放到沙发上江燕的嘴前，咳，大神采访一下。对于这次的表白墙，你有何评价？我和江燕搬出来住了。他住不惯集体宿舍，我要晚上熬夜看文献，于是我俩一拍即合，决定在学校附近租套房子。看来看去，哪套房子都入不了他的眼，他索性出钱在附近的小区买了一套朝阳的大平层，拍得很好，再接再厉。江燕轻飘飘扫了一眼，不咸不淡给出评价。我撇了撇嘴，这么冷淡啊？不一会儿，我看见他悄悄点进了表白墙，一张图片接一张的按下了保存键。你这人，我气笑了，拿抱枕打他，干嘛装的云淡飞轻的啊？他放下手机，反手把我横抱起来往卧室走。江燕低头凑近，一下一下咬着我的耳朵，哑声说：我们做点他们拍不到的。全文完。